贫穷有罪，洛杉矶贫民区的治安与日常生活解读。一、贫民区中的警务问题。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达里尔·沃特金斯。达里尔是一位50多岁的黑人退伍军人，曾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军队中，他为国家服务，然而这段经历也给他留下了伤痛。他部分听力受损，还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但等待他的不是稳定的生活，而是一连串的困难。最初，达里尔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便利店打工，每周拿着150美元的现金，还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勉强度日。虽然收入微薄，但达里尔还能够在距离便利店不远的小公寓里租住一间房子。可是不幸接踵而至，老板突然卖掉了店铺，达里尔失业了。因为没有了收入来源，他很快就被赶出了公寓，成为了无家可归者。他的故事其实只是洛杉矶贫民区上千个相似故事中的一个。他像许多人一样，不得不迁居到贫民区，那个被社会遗弃的流放之地。贫民区成为了达里尔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的最后的栖息地。二、达里尔的贫民区生活。当达里尔搬进贫民区的一家廉价分租房 S2O 时，生活的艰辛才真正开始。他住在一个简陋的房间，没有独立的浴室，甚至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尽管如此，他依然努力振作起来，想要找到新的出路。为了支付房租，他每天都推着破旧的购物车在街巷中捡拾废品，靠卖掉回收的纸箱和铝罐来维持生计。每当运气好时，他还能付得起房租，但很多时候他只能露宿街头，或者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达里尔展示出极大的坚韧和乐观精神，即使身处贫民区，他依然每天保持微笑，讲述着自己过去的美好回忆，像儿时恋人与军营生活的趣事。可是，在洛杉矶炙热的阳光下，一天又一天的艰难劳动让他的笑容逐渐消失，他的声音变得低沉。在谈及自己的处境时，达里尔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他曾为国家奉献一切，但当他需要帮助时，社会却把他抛弃了。达里尔向社会救助机构求助，但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他从政府得到的只是一张贫民区分租房的清单。对达里尔而言，这意味着社会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他被彻底推向了边缘。三、警察频繁的干预与逮捕。贫民区居民与警察的关系复杂且充满张力。达里尔虽然没有犯下什么严重的罪行，却频频成为警察的目标。仅仅是坐在人行道上休息，也会招致警察的逮捕。在一次逮捕事件中，警察以坐在人行道上的罪名将他带走，这在洛杉矶是一项轻罪，但足以让他被关进监狱。每一次被捕后，警察都给他两种选择，要么去监狱服刑，要么接受康复计划21天的寄宿式康复项目，参加就业培训和圣经学习课程。这些课程的初衷是帮助无家可归者重新融入社会，但对于达里尔来说，参与这些项目的条件让他的生活更加艰难。康复中心的强制规章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让他白天无法继续捡拾废品，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此外，中心还强迫他上交救济金，这对本就经济拮据的达里尔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试图服从，但终究受不了严苛的规定与生活条件。在无法适应康复中心的生活后，达里尔选择逃离。他的经历并不罕见，许多贫民区的居民同样处于警察频繁干预与康复项目之间的夹缝中。四、达里尔与条子智慧。在面对不断的警察盘查和干预中，达里尔逐渐形成了一种应对方式，这正是斯图尔特在书中提出的条子智慧。条子智慧是贫民区居民与警察打交道的生存策略，它不是通过反抗来应对高压执法，而是通过敏锐的观察和适应来尽量避开不必要的警察干预。具体来说，达里尔和其他居民会仔细观察警察的巡逻模式，例如他们会记住警察每天什么时候巡逻，哪些街区是警察关注的重点，哪些行为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达里尔学会了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出门，避开巡逻高峰。他还发现自己在某些区域，例如康复中心附近，更容易遭到盘查，因此他逐渐避免前往那些地方。达里尔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来减少与警察的接触，比如他决定不再随身携带身份证件。这样做虽然有风险，但他发现
警察在处理无证件的个人时，往往会觉得麻烦而选择放过他们。这样的做法是达里尔在不断的挫折中总结出的智慧，也是条子智慧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贫民区的居民逐渐学会如何在执法压力下生存，而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警务文化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被警察的巡逻时间表和执法行为所定义和控制。5. 条子智慧的代价。然而，条子智慧并非没有代价。尽管这种策略帮助居民减少了与警察的冲突，它也让他们的生活空间进一步缩小。达里尔为了避免警察干预，选择尽量减少在白天出门，这让他失去了许多生活的自由。对于其他居民来说，他们的社交活动、工作安排，甚至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都必须考虑到警察的可能干预。此外，条子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区内的分裂和不信任，居民们彼此之间变得警觉，避免与那些可能吸引警察注意的人来往，这进一步削弱了贫民区内部的社会团结。他们害怕被卷入他人的麻烦中，因此选择与邻里保持距离。这种社会分裂让贫民区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劣，也让居民在面对外界时更加孤立无援。6. 警务工作带来的心理重压。在频繁与警察打交道的过程中，达里尔的精神状态也逐渐恶化。每一次被捕，每一次无奈地回到康复项目，都会让他感觉自己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与尊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乐观逐渐消失，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不仅要承受来自社会的经济压力，还要面对不断重复的司法干预，这让他变得更加绝望。达里尔的经历凸显了贫民区居民在面对警务工作时的无力感。这不仅是达里尔的故事，而是整个贫民区的缩影。每天，数以百计的居民像达里尔一样，在生活与警务的夹缝中挣扎生存。他们没有犯下严重罪行，却被社会和执法系统不断边缘化，被迫在无尽的罚款、逮捕和康复项目之间徘徊。达里尔·沃特金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困境，它是整个洛杉矶贫民区贫困治理问题的缩影。通过他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公，为国家奉献一切的退伍军人，因贫困陷入社会的边缘，被系统性的忽视甚至压迫。7. 社区守望团队的出现与改革推动。然而，贫民区的居民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接受这种局面。在面对警察的高压执法和社会不公时，一些社区组织开始崛起，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现状。洛杉矶贫民区的社区守望 Community Watch 团队就是其中之一。社区守望是由当地居民、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些律师组成的团队，致力于保护贫民区居民的权利，减少警察的过度干预。他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推动了改革。首先，监控警务行为，团队成员在贫民区内进行巡逻，观察并记录警察与居民的互动。他们使用手机拍摄警察的执法行为，以确保警察不会滥用职权。这些视频不仅作为证据帮助居民维权，还通过社交媒体曝光，向公众展示贫民区居民所面临的真实处境。这种行为让警察在执法时感受到更多的监督，促使他们更谨慎地行事。然后，法律援助与政策倡导，团队为贫民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处理因轻微违法行为被逮捕或罚款的问题。他们还推动法律改革，倡导废除那些不合理的生活质量条例，例如禁止在公共场所坐下或禁止乞讨的法律。他们指出，这些法律只是对贫困人口的进一步压制，而没有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有集体行动与社区团结，除了法律层面的帮助，社区守望团队还通过组织集体行动，增强居民的凝聚力。他们定期举行社区会议，帮助居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抵制不公正的待遇。通过这种方式，贫民区的居民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运动中，集体抵制警察的过度执法，并要求市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住房支持。8. 社区守望改革的成效与挑战。社区守望团队的行动并非毫无成效，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不合理的市政条例得到了修改，警察的执法力度也有所减缓。此外，团队通过与媒体合作，成功将 Skid Row 贫民区的问题带入了公众视野，促使社会对贫困治理的讨论愈加激烈。然而，
改革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尽管居民们逐渐团结起来，开始通过合法渠道对抗不公正的待遇，警务系统的根深蒂固和社会对贫困的偏见依然是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许多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依然将贫困视为个人失败，而非结构性问题，导致贫困治理政策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结语：从条子智慧到社区行动的希望。贫穷有罪，通过达里尔·沃特金斯的故事，揭示了贫困与治安问题的复杂关系。我们看到了条子智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是贫民区居民在警务高压下艰难维持生活的必然选择。然而，单靠个体的策略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变革需要社区的集体力量。社区守望团队的出现证明，贫困群体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压迫，他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团队的努力不仅改善了贫民区居民的生活，还为整个社会揭开了警务治理和贫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社区的团结和法律的保障，贫民区的居民不仅重新获得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贫困不是罪行，治安也不应成为惩罚的工具。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我们需要社会福利、政策支持和社区的集体行动。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你们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治理的思考。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贡献一份力量。